1月13号至1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圆满完成对非洲4国的出访，这也是中国外长连续34年新年首访必到非洲。而今年的外长首访还另外安排了巴西和牙买加，这传递出什么含义？来看报道。当地时间1月20号，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在休斯顿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霍尔尼斯感谢中方在牙买加遇到困难时毫不迟疑伸出援手，双方务实合作，有力支持了牙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生动诠释了中国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真诚意愿。牙买加是加勒比国家首个与北京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的国家，也是首批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的加勒比国家和首个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的西半球国家。两国贡献“一带一路”成果丰硕，前景广阔。外界注意到，牙总理及外长约翰逊·史密斯等人在与王毅会谈时都特别强调，牙买加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亚洲关系置于优先位置。We're the very first English-speaking country in the Caribbean to endorse the One China policy, and it's a policy that we have kept throughout our years of independence and our period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此前一天，巴西总统卢拉在福塔莱萨会见王毅时也表示，从建交第一天起，巴西就公开支持并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今后也将继续毫不动摇坚持这一立场。拉丁美洲通讯社报道指，巴西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是王毅和卢拉会面时的重点议题之一。新加坡联合早报称，这标志着中国进一步巩固与南美洲最大国家巴西的双边关系。今年是中巴建交50周年，中国连续15年成为巴最大贸易伙伴、出口市场和贸易顺差来源国。大豆和铁矿石是巴西出口中国最主要的产品，而巴西也是中国在拉美最大贸易伙伴国。双方强调将以此为契机，携手打造中巴关系下一个黄金50年。王毅还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4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同意在矿产、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等领域深化合作，并拓展数字经济、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市场。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注意到，上周在深圳举行的巴西中国大型企业会议上，企业家们表示，中企正计划增加在巴西的投资领域包括输电、石油和电动汽车。中巴合作上到太空，下到大豆，中巴的合作不仅对助力各自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战略意义和全球性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中巴还签署协议，同意将双方旅行签证有效期自5年延长至10年，便利两国民众进行商务、旅游及探亲等活动，同时加快推动巴西驻成都总领馆开馆。深圳卫视梳理发现，近半年以来，中方已先后宣布给予新加坡、文莱、法国、德国等11个国家单方面免签待遇，以及一系列优化便利外国人来华的签证政策。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刚刚结束的访欧行程中，就宣布对瑞士和爱尔兰公民单方面免签入境待遇。相关政策得到多国舆论积极评价，部分相关国家也对此作出积极回应。分析认为，近期推出的多项单方面免签政策可视为理念上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的政策推进。舆论认为，中国在高水平开放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单向开放的趋势将会延续。外界还关注到，此次中国外长开年首访在非洲外还安排了拉美国家，体现出中国对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视。近年来，拉美、加勒比地区国家已形成一股向东看潮流，尼加拉瓜、洪都拉斯与台湾断交，并与中国复交建交，带来示范效应，促使地区国家看到与中国合作的切实好处与广阔前景。那么今年是这个非洲拉美就等于说是一体谋划、一体访问，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我们知道近些年来这个全球南方迅速崛起，那么王毅访问非洲，然后再去访问拉美，那就体现了我们对全球南方运动的支持。访问拉美前，王毅应邀访问埃及、突尼斯、多哥、科特迪瓦，并与4国领导人、外长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国际与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19号，王毅在结束对非洲4国访问后，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外长每年首访必到非洲，这一传统已坚持了34年，体现了中国对非洲的高度重视和对非洲发展振兴的坚定支持。
王毅表示，一路走来，我强烈感受到来自非洲的情谊和信任。四国领导人都第一时间公开明确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全非洲同中国建交的53个国家都以不同形式表达对一个中国原则和中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坚定支持。在访非最后一站，王毅同科特迪瓦总统瓦塔拉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我们非常感谢科特迪瓦在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上，比如说在涉及到中国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台湾问题上，坚定地同中方站在一起。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密集的大陆，那么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国家。我们同非洲的合作是发展中国家之间互利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基础。那么我们知道，这次访问非洲期间，正值1月13号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出台，非洲多国领导人多次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和一个中国原则，那么坚决反对台独。正像王毅所说的，就是真朋友的帮助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今年中国将主办第9届中非合作论坛会议，这是继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中非领导人再次在中国聚首。王毅新年首访结束非洲4国访问后，在同步访问巴西时表示，中巴将携手打造双边关系下一个黄金50年。那您对此怎么看呢？今年正值中巴建交50周年。而王毅外长此次提出呢，要打造中巴关系下一个黄金50年，既是对过去50年中巴关系的高度肯定，同时呢，也是对中巴关系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的发展一种期待、一种展望。巴西是南美大国，同时呢，也是 G20 成员，是全世界主要的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两国不仅在众多政治事务上具有一致的观点，具有相似的立场，在经济领域呢，也有合作的广阔空间。而且呢，不仅仅是巴西这样的南美大国，在广大的包括南美在内的拉美国家，中国目前无论是在政治还在经济方面所起到的正面作用越来越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呢，未来中巴关系其实呢，它大有可为。两国呢都是主要的发展中大国，都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同时呢，两国呢都是金砖机制的创始成员。可以说呢，两国无论是在国际制度层面，还是在双边关系层面，都是大有发展关系的广阔空间。未来中巴关系如果说能够继续向前发展，对于实现南南合作，对于实现大国合作都是非常好的典范，对于整个拉美地区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可以说呢，中巴关系的未来对于中国在整个拉美地区的外交关系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同时呢，对于广大拉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其实呢，中国也是不可替代的重要的机遇。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在经济层面，中国的角色其实呢都是不可替代的。中巴双方签署了相互给予签证便利的协定，最新也宣布对瑞士与爱尔兰两国予以单向免签。在扩大单向开放上，中国近来动作不断，步子是不是越来越大呢？人员往来便利化程度是一个国家对外开放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体现。最近呢，中方其实呢开启了一系列的，无论是单方的还是双方的这种人员往来便利化的措施，也就我们通常讲的免签，或者呢给予一定的签证的便利措施呢，其实说到底呢，都是要进一步推动人员往来便利化。因为这种人员往来的便利化，或者说人员往来的跨国流动，它呢无论是求学还是经商还是旅游，其实呢对于双方这种社会交流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同时呢，对于这种人员往来目标国的经济发展，其实呢也具有非常好的推动作用。也就是说，当有更多的外国朋友到中国来学习经商或者旅游，其实对于中国经济本身呢具有更强大的活力，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呢，更多的外国朋友到中国来，无论是旅游经商还是学习，也是呢对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对中国社会发展成就的一种高度肯定。因此呢，从目前的趋势来看，中方呢在最近加大了人员往来便利化的措施，本身呢也表明中方呢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和意愿。同时，这样一系列措施在世界各国普遍收获好评，也表明呢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发展机遇具有非常高的期待，也非常希望呢能够到中国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美国渲染中国威胁，打压中国企业再有新动作。美国国会日前已禁止美军采购6家中国企业生产的车用电池。不仅如此，美方此前还渲染称，美国多个军用港口使用中国产型起重机，是中国送到美国的所谓特洛伊木马。为此，美方还向参与相关对华合作的跨国企业 ABB 集团施压。不过，美国自立自强的步伐也频频受阻。拜登推动的芯片本土制造计划遇挫，台积电和三星电子在美开设的新工厂，预计投产日期都已延后。美国彭博社20号报道，美国国会已禁止五角大楼采购包括宁德时代、比亚迪在内的6家中国企业生产的新能源车动力电池。这项规定是自去年12月22号通过的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一部分。美国防部将被禁止自2027年10月起从这6家中国企业采购电池。彭博社的报道还称，美国企业的商业采购将不受有关措施影响。例如，福特汽车采用宁德时代授权的技术，在密歇根州生产电动汽车电池；特斯拉的部分电池也来自比亚迪。然而，尽管国防部的禁令严格限于国防采购，但行业和立法者往往也遵循这些规则，以此作为在自身业务中判断使用材料、产品和企业的重要依据。这体现出美国会试图进一步推动五角大楼供应链与中国脱钩。美国总统拜登于去年12月22号签署了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涵盖8860亿美元国防支出，比前一年增加了280亿美元。公开资料显示，2023年1至10月，全球市场的动力电池装车量约为552.2吉瓦时，其中宁德时代以近40%的市占率一骑绝尘，而且前10位排名中，中国本土企业占据7席。宁德时代与福特汽车去年2月对外宣布，福特汽车将在美国密歇根州建设一座电池工厂，并掌握所有权。宁德时代则提供筹建和运营服务，同时就电池专利技术进行授权。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17号在出席2024达沃斯论坛时透露，宁德时代计划在欧美推广与福特汽车的技术授权合作模式，并将其视为解决地缘政治挑战的一种方法。去年正式生效的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是促成福特汽车与宁德时代合作兴建密歇根州电池工厂的重要原因。该法案试图将中国企业排除出电池供应链。有批评人士则认为，中国在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使其几乎不可能被排除在外。这些规定将减缓美国从燃油汽车向电动汽车的转型。在20-30年前吧，他们的晶片大概自己国内生产就可以有30%以上。就美国在这种高科技的制造业，其实是自己是生产能力很强，占很高的比例。可是慢慢发现这个供应链越来越脱离了美国。如果我持续再继续采购，我自己不做，那我觉得对他们美国人来讲，就会比较担心说会不会供应链会出了个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自己的制造能力会不会也因此流失？他现在根本不让你进口，那就逼到你自己要努力来做，生产更多。当然还有其他的供应的来源。但他更希望就是说，我自己能够有生产更多。除了电池以外，美国还一直紧盯中国生产的起重机，并将调查之手伸向瑞士工业巨头、全球4大机器人公司之一 ABB 集团的在华业务。路透社19号援引相关文件报道称，美国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和美中战略竞争委员会本周向 ABB 发出一封调查函，邀请该集团高管出席美国国会的公开听证会，解释并澄清该公司与中国上海振华重工的关系，因为这一关系引起美国国会委员会的重大关切。调查函渲染称，尽管 ABB 去年曾经提供文件回应美国会的查询，但仍有很多重要问题没有得到回答，显示出该回应缺乏诚意。ABB 19号表示，公司曾向许多起重机制造商出售控制和电气化设备，其中包括中国公司。不过 ABB 强调，该集团将严肃对待美国国会有关提供更多信息的要求。美国国会委员会在信中表示，他们希望调查网络安全风险、外国情报威胁以及美国海港供应链短板。美国彭博社引述市场分析师詹姆斯·摩尔解析，美国的调查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欧洲工业界有过因美国调查而导致巨额罚款的历史。更多信息也表明，调查函并非个别行为，瞄准的也不只是 ABB 一家企业。类似有大量在华业务的国际巨头们都将压力山大。在美国就希望说，他说，当我在跟中国在竞争、在对抗的时候，那我不希望中国有其他的一些地下暗中的帮手
他认为这些都等于是中国的一个同盟嘛。数据显示，中国是 ABB 公司的第2大市场，在 ABB 年销售额中占比为16%，而美国则是其第1大市场，占收入的24%。上海振华重工是世界最大的重型装备制造商，主要生产大型集装箱设备、机械等，在全球港口机械市场连续19年位居第1，订单数占全球总量的80%。2021年11月，美国总统拜登曾前往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港大谈美国基建。此前几天，美国媒体相关报道的港口图片中显示，现场起重机上赫然写着汉字的上海振华重工，但拜登演讲当天，这几个字被美国国旗所遮盖。《华尔街日报》曾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港口使用的近80%岸边集装箱起重机为振华重工制造。这些起重机完成组装后运往美国港口，通过中国开发的软件进行作业，并由中国工作人员提供技术支持和维护服务。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和五角大楼的一些官员据此将这种起重机比作特洛伊木马，担心中国通过这些起重机获取那些进出美国用来支持美在全球各地军事行动的物资的信息。中国外交部曾对此回应称，有关说法完全是草木皆兵，误导美国民众。也有专家指出，任何现代化的港口设施都会使用传感器，通过网络进行数据传输。但是美国港口的网络归属美国公司运营，中国企业收集数据必须通过美国的网络运营公司给予配合，才能传回中国。美方对中国起重机的怀疑显然是一种凭空污蔑，打压中国企业的同时，拜登政府推动的芯片本土制造却遭遇推迟投产的尴尬。台湾芯片代工企业台积电18号表示，受第1座工厂建设延期影响，台积电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造的2座半导体工厂中的第2座投产时间也将被推迟，是否将按原计划生产3纳米先进制程芯片也变得不确定。台积电第2座工厂原先预计从2026年开始实现量产，但目前将推迟到2027年或2028年。彭博社19号指出，在这推迟的最长2年时间内，半导体技术足以升级一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9号称，这标志着这家全球最大芯片制造商及其在拜登提振美国制造业中所扮演的角色再次遭遇挫折。彭博社也认为，这进一步打击了拜登政府推动在美国本土生产关键零部件的计划。去年7月，台积电曾宣布，由于缺乏高技能工人且成本走高，美国亚利桑那州第1座工厂延迟量产，如今预计2025年上半年才开始量产4纳米芯片，晚于原计划的2024年。英国金融时报曾发表长文梳理称，台积电赴美国设厂在施工和劳动力方面遭遇文化上的水土不服，导致项目受阻。美国2022年推出芯片和科学法案，美商务部称，目前有500多家公司表示有兴趣获得该计划的资金，170多家公司已经提交了申请。彭博社指出，该法案本应向在美国扩张的芯片制造商提供约530亿美元的补贴，但迄今为止，拜登政府只向2家小型企业提供了少量资金支持，而台积电或英特尔等主要芯片制造商则仍未收到任何补贴。那台积电也觉得说，如果你今天美国没有给我太多的方便，如果你今天只想补助 Intel 啊，我们看到韩国的这个晶圆公司也是一样，觉得说，哇，你晶片法你在扶持美国的，那我到底要不要帮你？我做的东西，我反而没有获得任何太多的这个从这个晶片法当中得到好处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这么快来做？去年年底，韩国的三星电子也推迟了在德克萨斯州新建芯片工厂的生产计划。韩国政府官员曾抱怨，美国相关补贴附加条件太多，要求企业提交有关其管理和技术的信息，可能会导致企业面临商业风险。同时，不断上升的利率和通胀也推高了在美国本已高昂的投资成本。台积电和三星更改生产计划，意味着这些新工厂可能要到美国大选后才能投产。美国，你既然要补助晶片，你既然要帮助你建立国内的供应链，能够至少从现在的10%回到30%以上，那你就要可能就要做出比较实际的补助。而且我现在看他们补助的数字啊，数额，我觉得其实也不够啊。有分析认为，台积电和三星电子的经历显示出，美国试图使芯片产业链重返美国本土的计划，成本比预想中更加高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美国此举客观上也在为其他地区培育出台积电的竞争者创造土壤，这将刺激中国在芯片和其他高科技领域进一步加强自主研发能力。北约成立75周年之际，宣布将于下周开始举行为期4个月的军事演习，参演人数高达9万。这也将成为冷战后北约开展的最大规模军演。外
外界认为，虽然北约未明言演习针对俄罗斯，但是从演习的时机、背景、地域及内容来看，如此大秀肌肉，剑指何方已不言自明。俄罗斯方面回应称，北约的演习明显带有侵略性，企图对俄罗斯施加军事政治压力，而俄方将不得不对威胁作出反应。北约欧洲盟军司令卡沃利18号宣布，北约31个成员国以及等待批准加入北约的瑞典都将悉数参与下周开始的军事演习，届时参演军队人数将高达9万。各国将出动包括航母和驱逐舰在内的50多艘舰船、80多架战斗机、直升机和无人机，以及至少1100辆战车。据报道，这场代号为“坚定捍卫者2024”的演习是冷战后北约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将模拟与势均力敌的对手爆发新冲突的场景。从极北地区一直延伸到欧洲中部和东部，演习地域空间跨度长达数千公里，旨在表明北约有能力保卫直至与俄罗斯接壤的所有领土。外界注意到，北约上次开展类似规模演习，还是1988年冷战期间的战役重铸者演习和2018年的3x戟接点演习。前者有12.5万人参演，后者有5万人参演。尽管北约在关于军演通报声明中并未提到俄罗斯的名字，但是外界普遍认为此次演习针对俄罗斯意味浓厚。北约判断呢，俄罗斯可能不光是占领乌克兰的这个东部4个州啊，接下来有可能还会把奥德萨州啊等等纳到俄罗斯的这个势力范围，兼并他们认为然后俄罗斯掌握黑海啊、出海口等等吧，所以他为此呢，他要显示他的力量。这么大的规模当然是威慑俄罗斯，但是还想影响俄罗斯的政局的走向，影响俄乌冲突的这样一个战局。随着俄乌冲突临近爆发2周年，北约国家频频针对俄罗斯散布战争恐慌。荷兰籍的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罗伯·鲍尔18号警告，北约各国必须为未来20年内与俄爆发全面战争做好准备。德国国防部日前设想，今年俄罗斯将进攻北约。瑞典爱沙尼亚呼吁为即将来临的战争做好准备。英国国防大臣此前也称，英国和西方未来5年内可能需要面对与俄罗斯、伊朗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冲突。路透社称，北约在其最高战略文件中将俄罗斯视为对其安全的最重大、最直接的威胁，而此次演习正是北约几十年来制定的第一个详细阐明如何应对俄罗斯攻击的计划。俄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回应称，此次大规模军事演习是北约赤裸裸的挑衅行动的继续。俄国家杜马议员预备役少将伊夫列夫分析称，北约的军演再次表明这一军事政治集团的侵略性。军演将从下周持续至5月，正好与俄国内举行总统选举活动及当选总统就职时间完全重合，这绝非巧合。他强调，北约借军演企图恐吓俄选民，这是对俄罗斯内政的直接干涉。北约欧洲什么的从来就没有放弃干涉俄罗斯内政，去制造俄罗斯内部的这样一个所谓的颜色革命也好，或者他的这个借助俄罗斯国内的势力来抵消普京的影响力有这样一些企图，从来没有过放弃过。所以，一些大选年是影响俄罗斯政局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尽管普京当选连任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所以实际上他这个一方面是力挺乌克兰，影响俄罗斯的战局，实际上也是影响未来的俄乌冲突的走向的。还有威慑俄罗斯的下一步的行动。此次北约大规模军演，英国政府的高调参与也引发国际社会关注。英国国防部15号宣布，将派出2万名军人参演，包括1.6万名陆军、2000名海军、8艘战舰及1个航母攻击群。有观察指，作为一个日渐落的老牌帝国，英国现有的军事家底并不厚实，这次能派出2万人参加，实属不易。此前，在最新一轮的巴以冲突发生后，英国也是积极介入。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北约主要国家都拒绝加入美国拼凑的红海护航联盟之际，在没有联合国的授权下，英国联手美国多次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观察指，英国脱欧后与欧洲大陆国家渐行渐远，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存在感不断降低。英国期望通过大规模介入军演，既提升在欧洲的军事存在感，配合美国削弱俄罗斯实力，又为英国重振军备做背书。而据英媒报道，2艘英国皇家海军军舰近日在中东执行任务时尴尬相撞。英国《镜报》报道称，英国皇家海军猎杀级反水雷舰奇丁福德号18号试图停靠在波斯湾国家巴林时，与港口内的桑顿级猎雷舰班戈号发生碰撞。网传图片还显示，班戈号船体的舷号位置出现了一个大洞。
英国皇家海军发言人19号发表声明，对此事予以证实，称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拒绝发表评论。英媒报道称，事故的发生或影响英国在海湾地区的行动。来关注红海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当地时间20号，美军当天摧毁了一枚准备向亚丁湾发射的胡塞武装反舰导弹，这是美军1个星期内第7次攻击胡塞武装的导弹发射架。另有一段胡塞武装攻击一艘希腊货轮的监控画面在海外社交媒体流传，这也让外界对于胡塞武装的反舰弹道导弹实力有了全新的认识。这段只有16秒的视频透露了诸多信息。美国动力网站报道称，此前胡塞武装在红海不断以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船只，但此次胡塞武装首次使用了反舰弹道导弹。从影片中可以看到，导弹大约以45度角高速击中船中段和船头之间的部位。据悉，船上的横梁为32米，粗略估算，这枚导弹大约10米长，并且有明显的尾鳍。这与伊朗的征服者110系列弹道导弹大致匹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也证实，此次攻击是由一枚反舰弹道导弹所为。因此，外界普遍认为，视频中这款导弹是波斯湾2反舰弹道导弹，由征服者110弹道导弹改良而来。胡塞武装从伊朗进口该导弹并不是秘密，在其2022年的阅兵式上，胡塞武装就对其进行了展示。伊朗的征服者110是一种短程单级固体燃料弹道导弹，配备了一个500千克的半穿甲战斗部，射程300千米左右。波斯湾2反舰弹道导弹则在此基础上采用了搜索范围更广、抗干扰能力和制导能力更强的主动雷达导引头。导弹发射后全程都在大气层内飞行，呈现近似滑翔的弹道弧线，最大弹道顶点为2万至3万米。不过，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动力网站称这是胡塞武装的反舰弹道导弹首次投入实战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去年12月16号，胡塞武装就被认为使用了波斯湾2反舰弹道导弹击中地中海宫殿3号集装箱货船。不过，这起袭击并没有留下视频资料，但美军当时证实了此次袭击由胡塞武装的反舰弹道导弹所为。据悉，当时的美军卡尼号驱逐舰就在附近，但不知为何卡尼号并未对导弹实施拦截。但无论如何，胡塞武装都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成功使用反舰弹道导弹对水面舰艇进行攻击的组织。1月初，英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指胡塞武装是世界上第一支将反舰弹道导弹投入实战的武装力量，并且拥有不同量级的反舰弹道导弹。报告指，查阅胡塞武装的历年阅兵活动，该组织至少展示了6种可以用于攻击水面目标的弹道导弹，还拥有3款射程均为150公里左右的更轻便的反舰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它现在名义上是一支民兵力量，但它的武器库、它的军事实力实际上是一支准国家军事力量的。一个是它之前曾经和也门的政府军跟他是联盟，但是后来他把萨利赫政府赶走了，然后实际上当时国家军队的人员和武器后来被他收编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么多年来，他实际上得到了海外的国家，主要是伊朗，在军事上、技术上和资金上各方面的支持。按照美媒说法，红海已经成为胡塞武装和西方国家收集反舰武器及相应反制手段实战数据的试验场。但对于美国及其盟友而言，要彻底消除胡塞武装对航运的威胁，还需要消耗大量资源。美国《纽约时报》曾引述2名美国官员的话称，即便美国使用了150多枚精确制导武器打击胡塞武装60多个导弹和无人机目标，美英军队也只能破坏或摧毁了胡塞武装20%至30%的进攻能力。因为胡塞武装的大部分导弹和无人机发射装置都安装在机动平台上，可以随时随地移动或隐藏。从1月11号起，美国和英国对胡塞武装发动首轮打击，击中了60多个目标，包括指挥和控制节点、弹药库、发射系统和生产设施，并造成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有6人受伤。此后1个星期，美国又连续对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几轮打击。有媒体统计，截至20号，美国应该对胡塞武装目标共发动了7轮打击。在美英的持续打击下，胡塞武装反应也十分强烈。该组织一名发言人纳斯鲁勒丁·阿米尔15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说，鉴于美国和英国上周发动空袭，两国船只已成为胡塞武装袭击的合法目标。这也意味着胡塞武装扩大了在红海海域的打击目标。当地时间19号，当被问及美军一系列攻击是否有效打击了胡塞武装时，美国总统拜登是这样回应的
When you say working, are they stopping the Houthis? No. Are they going to continue? Yes.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拜登回应的就是大大的无效二字。美国陆军退休少校麦克莱昂斯认为，拜登的表态十分诚实，但这也意味着美军要进一步展开攻势。Number one, you have to increase the level of attacks. They have to be constant, almost 24/7. Again, a air campaign, number one, and then number two, to continue what we were doing by cutting off their resupply. 但国际社会并不这么认为。英国广播公司和半岛电视台等媒体撰文分析，西方国家在红海维和面临高成本风险，策略上缺少优良选择。美英所用炮弹造价比胡塞高昂得多，而现在导弹供应可能比胡塞可用的导弹更有限。更何况胡塞武装拥有更多的新型武器。如果胡塞采用小规模、长时间的消耗策略，联军很快就会出现后勤难题。此外，分析认为，红海危机的症结在于巴以冲突，只要双方不停火，红海的动荡就会持续下去。而这场危机的确有升级为地区冲突的可能性。美国兰德智库政策研究员斯塔克近日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刊文，呼吁美国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红海问题。他警告，也门长期被内战阴影笼罩，美国的报复性打击可能会重燃战火，也可能造成巴以冲突进一步蔓延。美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7轮打击，但后者对商船实施导弹攻击的视频也首次流出。您对此怎么看呢？美军在1周时间以内，已对胡塞武装进行了7轮打击，而胡塞武装呢，并没有撤退的意思，就是说明红海战场在扩大，巴以冲突呢正在外移。就是在红海战场上也出现了新的情况，一是美国呢把也门胡塞武装重新列为恐怖组织名单，可以随时发起打击。而是美国最新一次对胡塞武装的打击，也就是昨天呢，向胡塞武装的导弹发射架进行攻击，用的是先发制人。三是美国认为胡塞武装背后提供武器弹药和情报的是伊朗，伊朗的军事指挥官呢，也可能在也门担任胡塞武装的军事顾问。过去1周呢，是胡塞武装攻击一次，这个美军呢报复一次，可以称作是被动防御。今后恐怕是美军呢要先发制人。那么意味着红海战场呢将趋于激烈而复杂多变，而且呢外交解决将让位于军事解决。根据胡塞武装透露的消息这个美军包括英军的几次空袭没有摧毁胡塞武装的弹药库，他们至少呢还保留着3/4的武器弹药，加上其他支持力量的输送，还是可以和美军呢僵持一段时间的。另外美军用的是昂贵的武器，而胡塞武装用的是相对便宜但精准度还不差的武器。那么美军和胡塞武装的纠缠格斗时间越长，美国和盟友的损失就越大。除了美英呢在武器上的损耗还包括红海航道受阻带来的经济困境。凡是支持以色列的国家的军队和商船，可能呢都是胡塞武装的打击对象。这样呢，胡塞抗击美英的战斗可能会令全球慌张，因为红海航道的重要性呢是众人皆知的，全球产供链的这个畅通和国际贸易的秩序都将受到冲击。所以接下来的呢，关键问题还是这个敦促美国发挥对以色列的影响力，尽早的结束加沙战争，这巴以冲突有所缓和，红海危机呢就会降温。真要解除红海危机，美英等国呢就得首先收手，从军事打击转向外交谈判。现在还有一点希望呢，就是这个伊朗并没有直接参与到打击以色列和红海的行动中，这留下了外交谈判的余地。如果伊朗参战了，他们呢是有能力袭击以色列和美国军舰的，那么中东局势呢就会失控，将进一步的进入一片混战之中，会把更多的中东国家卷进来。现在呢，战火已延伸到好几个国家，但都是与武装组织有关，还没有触及到政府。如果有政府军参战，那麻烦就大了。去年4月，沙特、伊朗、北京对话取得重大成果，带动包括也门局势在内的地区热点问题出现积极变化。当前受巴以冲突外溢影响，也门重新面临复杂局面。梅塔米表示，也门战事延宕多年，也门人民付出惨重代价，也门人民渴望和平与稳定，真诚期待中方为推动也门问题政治解决继续发挥作用。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looking for China as saver. The history showed that China never occupy any country. In opposite, they give a hand. When I was a minister of planning, the first thing I did is to sign an agreement. In 2019, I signed
in April in Beijing, Yemen membership to the BRI, because I know such relation will serve the interests of my country and the interests of Chinese. 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专访时，梅塔米透露，本月底将由也门高级别代表团访华，期待届时与中方的建设性会面。